郑梦这一次柬埔寨直接把这个所谓的太子集团陈志直接交了出来，结果没有想到他今天到中国之后，下飞机这个画面我真吓傻了，头刀一拿下来，这是我认识的陈志吗？之前我们讲陈志是什么？他跟教父一样，泰国演员怎么形容他？他有气场，风度翩翩，非常的霸气。结果你看那个画面。而且差太多了吧？是没错哦，在去年10月以前哦，大家看到的陈志哦，其实就是怎么样，玉树临风，英姿飒爽，对不对？对。结果10月之后，你知道神隐了3个月，大家都找不到他。结果后来谁找到了？洪森找到了，中国找到了，而且今天中国还公布你看这个脸，庐山真面目，你看就是谁这样啊？大家都很想知道他最近长怎样，结果你看他直接把他从飞机上带下来之后呢，他做了一个动作，直接把他头套拉起来，哇，你看他的这个面色憔悴，对，然后这边头可能是有点压力的关系，所以压力秃了，好鬼剃头了哈，所以跟他之前的这个英姿飒爽的模样完全判若。他把口罩直接拿下来的那一刻，对，我傻眼了。没错，他老很多对啊，而且你看这个画质很好，代表中共真的要怎么样用放大角度来羞辱他，就是让大家讲说，哇，俩就陈志喽，因为中国很多陈志诈骗集团的被害人对，所以中国必须要透过这个方式去阻挡他的民怨啦。当然，今天我们台湾也有什么，也有动作啦。对，我们发动了第7波搜索。这个具体的11个人呐，那今天具体的人就是什么？帮陈志在台湾设立境外公司，然后在台湾又设立一个 OBU， 与台湾就他在台湾有一个叫尼尔公司，就是他的金流大脑，对，2个对接，透过这个方式洗钱的卢姓负责人，所以今天又约了11个人到案。好，那你说为什么中国抓得到陈志？那当然就要有谁帮忙。柬埔寨嘛，对，柬埔寨张公下嘞，突然间他说了，发了一个新闻稿，他说我们这个宣布要引渡3名，重点来了，中国公民，对，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洪森跟马内看到川普对这个马杜罗风声鹤唳的执行你可能也心生畏惧啊，所以就直接把陈志这颗美国制裁的未爆弹丢去中国了。那他丢去中国之后，记不记得诈骗集团在中国最重可以处西刑呢？对，有可能处10缓呢，就是说2年内不执行，你就是那个啦，无期徒刑啦所以他回去可能会所以陈志真的要GG了，难怪他今天下来的时候，生无可恋。对啊，我这辈子完了，你看他的眼神死，对不对？他看起来假干扣、假痛苦，仿佛要从容就义的样子好，那当然除了这个柬埔寨政府这样讲话，柬埔寨的前领导人叫洪森，拜托一点，洪森是像的马吉，就是陈志的马吉啊。记不记得他当时还拿陈志送他的名表，对，炫耀过，这个是陈志送我的这个超级豪华名表，赞啦！结果今天洪森也切割啦，洪森恭喜他透过他的发言人说一些人企图利用国家领导层，尤其是执政党主席及政府总理之名，我们就公立自己，对不对？好，作为保护伞，以掩盖自身违法行为并侵犯人民权益，上述行为正是执政党坚决整治和清除的重点对象。意思的公跟美国讲啦，他透过发言人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跟美国讲说，我跟你讲，陈志跟我没关系，对，而且陈志我要好好的整治他。那是中国才跟陈志是有关系，跟我柬埔寨没有关系。而且他们现在真的非常坏他们现在除了做切割之外，别忘了。这个所谓的陈志在柬埔寨有个太子银行，没错，里面钱很多。对，现在柬埔寨直接说都我的了，没错，我的了。这洪森也很厉害，洪森跟马内这对父子党，我够厉害啦！记不记得太子银行在去年10月也被美国公告为制裁名单？对，所以他当时他的金流大家就想说这银行里面的钱该怎么办？3个月之后呢，洪森跟马内很聪明想一想说好啦，那不然就由我来接管吧。所以他的太子银行现在里面的钱都变成他们父子2个人。我把陈志给送回去，他的钱是我的，收为国有啦。所以他其实还蛮聪明的。那个柬埔寨这样子对陈志当然我们台湾也有相关的动作。我们刚刚讲说有第7波什么？第7波搜索对不对？对。第6波搜索谁你知道吗？加触鼻，这个大家都想不到。他搜索了一个地点，
叫做雪茄馆。对，雪茄馆呢，怎么会跟洗钱集团？我们一般都想说，可能是麻将馆哦，可能是招待会所哦，可能是科技公司，怎么会是雪茄馆呢？哦，我跟大家报告，雪茄馆就是陈志用来洗钱的一个地点。哇，真好假的？怪异哦，很特别啊！因为雪茄馆它的形象你也知道很 casual， 你进去的时候就可以很放松，在里面吞云吐雾，所以做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放心，然后轻松的感觉。对，那这个雪茄馆的负责人哦，就是兄弟啦，圣诞的兄弟啦哈，他6号就是这个1月6号的时候呢 ，K.O. 台北地检署哈搜索之后呢，就讯问发现说，他的这个哥哥叫陈伟志哦，他可能犯行比较严重啦，他负责跟帮陈志做什么，你知道吗？记不记得陈志之前有4艘游艇停在台湾？对，叫选股集团啊，选股集团就是帮陈志这个买卖游艇的公司。这个选股集团的负责人叫王俊国，他呢帮陈志在台湾就是跟这个雪茄馆的陈姓兄弟接头干嘛呢？洗钱呐，就是用来洗钱。所以在这个雪茄馆里面呢，这个阴烟缭绕的环境呢，他们其实在里面谈的是数亿的这个洗钱金流。国正，我们刚刚特别讲到一个关键，太神奇了！除了国安局之外，连雪茄馆也在里面。结果没想到，这个雪茄馆才是关键中的关键。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以为陈志只会搞一些豪宅、搞豪车，但原来他还把手伸进了这个雪茄馆的生意里面，甚至还有名酒的生意里面。结果原来这是一个资本主义要进去的大门，而且这是必要的钥匙。所以雪茄不只是贸易，在台北股市，甚至华尔街，在香港股市，就是一个资本运作的地方哦。你看雪茄馆装潢很豪华，对不对？对。事实上，你要进去成为会员非常的困难，很多都是限量跟邀请制的啊。你在现场抽烟，也不是说抽雪茄的时候，也不是说你想进去就进去了，你必须要正式的邀请函，还有西装，还有你没有一个身份，你要不要带个名表？然后喝酒，没有一个晚上喝100万以上红酒都没有办法衬托你的身份。对。所以雪茄其实是进入资本市场运作的一张门票，所以它不是只做雪茄的贸易，甚至它在香港已经透过雪茄的生意控制了上市公司，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台北股市的运作也是跟雪茄有关的。所以陈志完全懂，他除了去买非常多的车之外，他也插手这所谓的雪茄馆的生意，他也插手关于名酒的生意，他完全都懂的。对，所以3件套是什么？我们来告诉你，这是奥斯卡金像奖的影帝的一张经典照片，然后也是奥利和史东奥斯卡金像奖导演的一张经典照片，完全告诉你雪茄、名酒跟名表代表什么东西。这是华尔街电影《华尔街》，那这张照片拿到了影帝嘛？这是道格拉斯。3件套就是名酒，代表催化跟说服，它后面是资本市场。什么叫做权力决定股价的人叫做雪茄？那因为奥利弗·史东本身就是股票经纪人的小孩，从小就是看着华尔街是怎么运作的。雪茄代表是权力、贪婪跟金融界精英的象征啊。所以这张照片拿到了奥斯卡影帝之后，你知道有一阵子，你知道华尔街的精英如果没有穿个吊带裤出门都不算，就不算精英了。真的服装，所以这才是3件套。所以你不要以为搞定股价的是谁，决定股价的不是电视上那些老师，也不是现行，是这支雪茄，它才是权力。那我再看，其实陈志当然也是跟香港电影应该很了解，这是我们金马奖拿到3个奖项，包括最佳导演，包括最佳影帝，再来是最佳剧本。他告诉你什么是股票，股票就是雪茄，在古巴成本才10块钱，杠杆再杠杆，到了我的手上变成200块钱。股票就是雪茄，雪茄就是股票，没有人知道它真正的价值，但是人人都抢着要。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到哪里？到哈瓦那俱乐部，在曼哈顿第5大道的顶层。为什么要在顶层？你知道吗？在41楼，你才可以俯瞰整个华尔街，整个曼哈顿，你才知道你的身份。而且会员进去收费要2万块美元，所以你以为雪茄一根就要台币1万多块，很贵吗？光路费要2万美元。对不起，你有2万也进不去，因为只限量900个人，这么难抢，还是邀请制的，所以限量跟邀请成残酷了。你的身份跟地位达不到，你是进不到雪茄馆去跟人家谈生意，跟史特龙、跟阿洛斯瓦辛格成为会员，还有很多政客跟企业
业高层都是会员，这才是资本运作的地方。所以里面还有什么高级的保险箱，你可以存你个人私人最重要的东西。等到你要抽雪茄，或者是你要拿出什么东西的时候，是从保险箱拿出来。所以这才是这么正式。那我们来讲说，诚致台湾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诚致其实已经透过雪茄名表的生意打进了香港的资本市场。现在发现，它不只控制了2家上市公司，还控制了第3家上市公司。它是怎么做？你知道吗？它透过雪茄的生意找上一个在香港经营酒业跟奢侈品跟名画一样做雪茄生意的人，叫邱用。然后和邱用合伙之后，他去做所谓的信托跟放贷的生意，然后去控制上市公司。我来举这张图，雪茄跟名酒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是诚致毛太子集团，他现在有很多钱诈骗，诈了很多钱之后怎么办？开始做名酒、雪茄的生意，是不是可以认识非常多的有钱人，知道资本市场怎么运作了？接下来他做美的信托，他有2个牌照，一个牌照是保险经纪，一个叫信托。如果需要资金周转的话，你就可以跟他借钱，借由高级会所就可以认识非常多有钱人，就可以把钱洗干净。第2个，他还有个信托放贷人资格，在香港有所谓的专业放贷人资格，他可以把钱借给别人，结果他把诈骗来的钱，把它放贷给别人放债之后，竟然控制了一家叫高维科技，所以他现在已经有第3家上市公司被他控制了。现在人家来查，他到底透过这样的资本运作模式，已经控制了多少家上市公司？所以不是雪茄，只是贸易的哦，他可以借由方式把诈骗的钱转到有钱人的圈子。控制上市公司，所以雪茄其实妙用很多。那我在2009年的时候也知道台北资本市场雪茄是怎么运作了。2009年因为金融大海啸嘛，有一家上市的塑胶公司突然间经营权改变了，我就奉面去查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透过关系找到一个4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就还原整件事情。约在哪里你知道吗？约在雪茄馆抽血，就在雪茄馆。我进去的时候，你以为是黑道什么吗？没有，人家就是穿着高级的西装，每个西装都穿的衬衫是有袖扣的，袖扣有袖扣是我们这一种的吗？你这个就不行吗？这个不行，塑胶纽扣，人家从欧洲时代在低调奢华的时候，再开始有的用珠宝，有的用高级白金，上流社会的黄金是很怂的哈，你要定做的。所以你穿这样，你才代表什么？你的是有品味，是定做的。接下来你的手表，人家斜眼一看就知道，你戴的手表是没有资格跟我谈生意的，因为你拿不出来，你什么身份嘛？所以你要去抽雪茄，得要穿成这样。所以我到了现场之后，发现高级会计师事务所的4大合伙人呢，不是会计师而已哦，再来高级律所的律师。然后再来，他告诉我当初怎么还原的，是因为这个叶姓的自产派跟金主借了钱去入股公司之后，答应要从15块炒到17块，结果炒不上去，金主就找他回来2个选择给你嘛。第一个把股票拉到17，我们下车，你继续当董事长。第2个事情是我指定你在几点几分股市开盘的时候几点几分，你把75亿的股票给卖掉，我自然会找人去接。最后选择第2条路，因为他哥哥也被黑道请去喝茶了。最后抽个雪茄，决定了75亿的交易，竟然有人把75亿在一段时间内全部买走，然后100亿的资产全部转手了，就在雪茄馆谈定生意了。所以诚致要的就是港台还有华尔街是用雪茄来运作的。真正决定股票的人是抽着雪茄的人。慧珍，这样越看越不合理。刚看诚致被逮很狼狈，我们看到说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但我们台湾呢？我们台湾到现在都还在办哦，他现在还在抓。但我觉得，自己办得太慢了吧？你速度，你不是这件事不是非常重要吗？是赵和，我觉得办得快或慢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竟然到现在还有神秘的被告。什么叫做神秘的被告？神秘被告。对，什么叫神秘的被告？刚刚不是特别提到吗？已经7次还8次的一个相关的搜索，现在的一个包括被告名单来到开40几个人，完全不一样。哇，很多，但有9个人被羁押。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竟然从头到尾这个案子已经办了2个多月，有一个神秘的被告名字完全没有曝光过，甚至连媒体报道都故意略过他。什么狼啊？那我这样厉害？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质疑一件事情，是不是太子集团的手，事实上很深的插入到我们的司法帮？不然我就问一件事情：我们从10月中到现在讲了2个多月，我们是不是问，怎么可能太子集团在台湾7、8年的时间买了40几亿的豪宅，结果没有人问？结果问了老半天，
金管会说有报告，我们有通报52次，通报给法务部调查局，调查局到最后逼出来报告，我们有通报，我们通报到地检署。那我就问地检署，你过去这几年来为什么从头到尾没有办？结果这个神秘被告的身份，我一听到之后，我下巴都掉了。原来啊，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太子集团司法帮啊？为什么这样讲？我跟你讲，这个人是谁？这个人的名字叫陈宗豪。那陈宗豪其实是非常厉害的哦，他现在才不到50岁哦。对，你看他的学历，台大法律系哦，美国的杜克法学硕士，然后呢，辅大的博士。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在北检检察官期间，曾经获得法务部派驻在金管会哦，而且呢，他是有这个海外相关查案经验。他后来变成是这个转成律师。有趣的是，他的名字陈宗豪3个字，竟然也消失在相关的法律文件上，用个陈律师带过。对，他现在被人家发现，他在太子集团竟然是由大掌柜辜淑文，还有另外一个李守礼，这2个人就说，赶快我出事了，我赶快我这个天旭公司啊，要赶快解散掉。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到底你陈宗豪，你是在这个案件里面单纯的一个律师，还是你在里面扮演着关键吃重的角色？那因为你有隐匿这部分的钱的关系，所以也被变成被告，而且用60万元交保。对。但是诡异的一件事是什么？为什么我说是不是有一个无形中的黑手在操控整起案件？我就问他就是个被告，为什么他的名字不能曝光？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地检署没有把他的名字给曝光？还是因为有另外一个说法，因为这件事情啊茲事体大。如果呢他真的是无辜的，诚如他所讲，他只是2个礼拜14天的时间接获到这个案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搞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不管怎么样，现在陈宗豪曝光，有没有更多的陈宗豪们司法关系非常绵密的，就由检调继续调查。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